家检疫14天，到底该怎么过呢？Welcome back, Taiwan is in Bangkok. 今天呢是我从曼谷回来之后居家隔离的 Day 1第一天，因为昨天是第0天，然后昨天一回到台湾之后呢，其实就在机场关了一阵子，因为大家现在都必须要做一个有点像线上申请的网络检疫系统这样，然后大家都在排。所以今天第一天，然后今天早上一大清早大概9点半，这个里的李干事打电话来，然后说：“喂，先生，请问你今天还好吗？有没有什么症状？然后就问了很多问题。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台湾政府其实在防疫这一块上做的是非常的好。那再来，我不知道以高雄市来说，我们会不会拿到一个所谓居家检疫包？所以我还在等这个东西，但目前来说 so far so good。然后呢，除此之外，因为现在是居家检疫期间，所以切记，不管你从哪里回来，只要是疫区回来的话，你都必须要待在家里14天，14天哦，不是14个小时，是14天。不过呢，自己一个人住当然也会有一点辛苦，所以尽量就是想尽办法不要与人接触，不然的话还是会造成社会大众的困扰。所以呢，还是要多多勤洗手、勤消毒，酒精味好重。对，勤消毒，然后多多洗手，多多拿酒精消毒。然后呢，吃的健康，多多运动，这样就 OK 啦。隔离第2天，回台湾第3天。然后今天呢，也要跟大家来开箱一下高雄市的居家检疫包。检疫包里面有什么呢？一堆口罩，感觉就是希望你在家可以戴。一堆口罩，一大包卫生纸，1个礼拜也用不完，2个礼拜也用不完。一罐很大罐的漂白水，一开始我以为是麻吉，后来发现是肥皂的肥皂。还有一堆冰牛奶冲泡美味加倍的东西，一张纸、小叮咛之类的。然后呢，里面最酷的是这2个东西，第一个是 Light TV 30天全餐，我觉得这个最酷，就是额温检测卡，它只要把它贴在你的额头上，这个黑色的地方贴在你的额头上之后，你就会知道你的体温到底是多少，超酷。回台湾第4天，居家隔离第3天。Tomorrow， 回台湾第5天，隔离第4天。回来第6天，然后居家隔离第5天。说真的，我已经快要忘记今天到底是礼拜几，今天好像礼拜2 hours later 1吧。然后我每天就会来家里顶楼做运动，因为这是唯一我可以接触外界的时候了。以这2个礼拜来说，其实现在回来之后，再这样顶楼做运动的话，每天其实只有之前固定在海陆当兵的时候能够做的，就这样。今天是回来台湾的第8天，也是隔离的第7天。我已经懒到我不想要绑头发了，超级无聊。然后现在每天在家都是只能就是靠着线上学习，因为在曼谷的课全部都转到线上。但是说认真的，就是线上学习其实有很多不可抗的因素，比如说你突然发现一个问题，你想要问的时候，你其实没有人可以问。而且说认真的，如果是线上学习的话，其实蛮自由行政的。
因为根本没有人在意我到底有没有看书，或者是我到底有没有念，因为也不会有人来考我，或者是也不会有人来问我问题说哦这个题目所以你应该要怎么样回答，或者是你有什么想法，根本没有人在意。而且每个人念书的方式都不一样，所以我喜欢念书的样子跟我的同学喜欢念书的样子，或者是我们各自念书的习惯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学习成效应该也会不一样。Is pig gang with the addition of the ground roasted peanut. 回来台湾第9天， It's 隔离 important recipe. 第9天或第8天。Okay? Twelve seconds later. 回来台湾的第10天，也是隔离的第9天或第10天。哦，真的还要很久哎，4月2号我才可以正式的离开隔离这段期间，然后我才可以真的回归自由世界。这段人生真是太难过了。然后我已经懒到不绑头发了，不然其实绑头发感觉好像蛮辛苦，反正在家也没有人要见人，就算了吧。回来台湾第11天，已经无聊到要开始拼图了，一只手打不开。一大包，还有一包胶水，拼完之后可以把它粘起来，成品会长这样。希望我可以拼得完啦。Tomorrow for sure. 回来第12天，隔离的第11天，我还在跟拼读奋战。Oh my god！ 回来的第13天，隔离第12天，还没拼完。倒数第2天的隔离，回来台湾的第13天，隔离的第12天。基本上过去12天呢，每天都是我在找事情做，不管是拼图、写报告、写功课、拍影片、吃东西、睡觉、读书，这些事情都是主要是我自己找事情做，或者是像我请家人帮我买了一本书，然后就在12天之内把这本书就看完了。然后我觉得拼图其实是一个蛮好杀时间的方式，虽然说家人帮我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拼图，就是梵谷的星空，然后它的笔触真的是超级难去找，从拼图的那个结构上面去发现说，哦，原来这一片跟这一片会搭在一起，真的是越来越讨厌梵谷。然后这几天呢，这过去的12天以来，还是一样在房间有固定在做运动，所以会导致让自己的身体并不会那么不适应，或者是会觉得那么沮丧。因为毕竟如果12天或者是甚至2个多礼拜没有运动的话，是真的蛮难熬的。只是最不适应的应该是在房间吃东西，尤其是像这种热乎乎的食物。因为每次吃完，整个房间都是味道。以前我是从来不会在房间吃东西的人，所以现在吃完东西之后，整个房间都会是味道。尤其是前几天，爸妈他们买了台湾赫赫有名的臭豆腐 ，Oh my god！ 那个吃完之后，我的房间搞得好像刚刚是怎么样，有人在这里丢垃圾，还是不知道来这里干了什么，整个房间都是那个味道。明天就迈入4月1号，然后再就是4月2号，4月2号就正式解禁14天。所以，明天见，啪！好啦，现在是最后一天，也就是明天4月2号一到，就是凌晨12点一到，4月1号一结束，
我的居家检疫14天就结束了。然后我想要好好的感谢台湾政府，就是这一次在防疫这一块真的做得蛮好的。然后真的也虽然说案例还是不断增加，然后大部分都是国外回来的人，所以就是境外移入的部分，但是我相信大家台湾人还是会安分守己，然后好好乖乖的服完这14天居家检疫。所以就像在网络上流传着很广的那句话一样，医生们都举着牌子说 "We work hard for you, so please stay at home for us"。大家就是这段期间还是麻烦多多待在家，然后不要出门，就算真的要出门，避不了要出门，就麻烦戴个口罩，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这14天很快就过了，虽然说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比较白啊，但是呢，就是不管怎么样，这14天还是一个很不同凡响、很不一样的体验。因为每天都必须要填这张表，然后每天都会有人打电话给你，然后真的是做得非常彻底，我只能这样说。最后我想要好好感谢的是我的爸妈，他们每天就是在固定的时间，跟那个李干事打电话来一样，固定的时间就会送上餐点，然后就是全副武装送了餐点来到楼上，然后跟我们说今天就吃这个啊，好好吃哈。你根本把我们当动物在养，可是我相信应该也胖了不少。但是如果没有爸妈的话，基本上这个14天的居家检疫可能也没有办法成功。所以最后一件事就是大家不管怎么样，好好待在家，然后好好感谢身边照顾你的人，或者是感谢如果是全家人都隔离，感谢政府有找人来好好照顾你，因为不管怎么样，每个人都是值得被照顾的。然后在非常时期，麻烦大家尽量配合。所以这一集就是这样咯，大家加油，拜！哇，今天有人一起来陪我倒数，现在59分，聚焦59分。你不是要访问我？这14天做过什么？每天都在拼图，看 Netflix。拼图拼完了吗？当然是还没。有一半了吗？差不多。可是这样的话 ，iPad 它上面的那个时间我看不出来什么时候要倒数。它现在只有跟我说59分。你要设那种会倒数那种。What the fuck？ 结束了。